哎，有太多的粉丝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彩铃啊，外国女的生完孩子是真不坐月子吗？这事儿我问过我加拿大婆婆，那月子肯定是没有坐的。那她不坐月子生完孩子做了什么呢？人家3个孩子每生完一个，第一个事儿就是让她老公给她买那个倒过来都不洒的冰激凌，还必须得是特大号的。用我奶的叫法就是3XL 嘛。北美的甜品号码我是知道的，她要是说这个桶是特大号，那基本跟尿盆差不多大吧。其实我感觉他们对冰的东西的依赖和咱们对热的东西的依赖是一样的，就不管有啥事儿，总觉得哎用冰镇一镇，它总会是有用的。我婆婆说她年轻的时候就每个月最难受的这几天，人家就去游泳去嘛，还得挑凉吃的。所以我看加拿大的那个医院门口一般都有一个冰激凌店，这就跟咱们的医院门口肯定有卖热粥热豆浆的是一个道理。我女儿2岁的时候在伦敦嘛，就是扁桃体发炎了，完上医院看医生说那就只能开点药，那小孩也不能多吃，就回家自愈吧。我说的那他太难受了，我能做点什么让他舒服一点呢？然后医生说那就只能是孩子一疼你就给他吃个冰激凌吧。就我在这种环境下呢，说实话生老大的时候我也没咋坐月子，就我妈吧还真特意来伦敦就是要给我坐月子的，就说一定要坐。完我说行，我听你的。完我是早上4点钟生的嘛，那时候伦敦已经秋风瑟瑟，就满是寒意了。完事孩子刚生完，刚放我身上也就5分钟吧，我的产婆就 hope 嘛，就是希望，就打开了希望的天窗，这个希望所有窗哐哐哐全打开。我的产婆希望的意思呢，就是那得是打开窗户让产妇吸收一下新鲜空气，还有小宝宝。给我妈气的，她一打开我妈就全关上，我妈全关上她全打开。完了这产婆还问我老公，你这个 mother in law， 你这个丈母娘有点焦躁啊，咋的恐高啊？你告诉她放松。我老公寻思你放松吧，你再打开一次她顺窗户给你撇下去。完我妈就是在这看着这窗户嘛，就谁敢碰这窗户她就必须得给摁死。但是他们就玩夹击，你知道吧？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护士长这么一个类型的人物吧，就趁我妈就防守都放在窗户的时候，给我领到了浴间，就跟我说：“亲爱的，咱们抓紧时间洗个澡。”我当时就没有啥感觉了，我觉得你说刚生完孩子就已经被这个泰晤河畔早晨4点钟的邪风就已经洗礼一遍了，那现在洗个澡又能如何呢？但是我在里头，我能听见我妈在外头找我，其实还挺有娱乐性的呢。我就听着她一听我被带到浴室洗澡去了，哎呀，给她气的，哎，薅着我老公喊，就这你媳妇让人领到浴室洗澡去了，你都不管。哎，你说这边一个带去洗澡去了，外边的不让关窗户，一会儿他洗完澡出来，这屋这过堂风，能给王八给吹翻壳子了，那不落病吗？给人往死里整，太损了，你个大傻狍子呢，搁这卖单呢。这时候呢，我洗完澡迎着这个所谓能给王八吹翻壳子这过堂风我就出来了嘛。然后我眼前是我生完孩子第一顿这所谓的月子餐呗，你们也能想象是啥了，就大凉三明治配冰水呗。其实这冰水吧，你要说它是水里边加了冰块，有点委屈它了。它其实是一堆冰块往里边填了点水，就是你听没听过一个童话叫《一只乌鸦口渴了》，就那个配图，就其实里边都是大块完添了一点水。这时候我妈就疯了，就真是疯了。但是产婆其实不明白我妈疯点在哪，就觉得她可能就是焦虑症，完事就给她嫁出去了，就以这个产妇要休息为由给我妈给嫁出去了。我妈一边被嫁着往出走，一边冲我喊：“妈妈一定会回来的，闺女你一定要忍住，不要吃他们给的饭，不要喝他们给的水，妈妈一定会杀回来的，不能妥协，你是有气节的孩子，他们都是虚伪的纸老虎，听着没？”然后我呢就睡了一小觉，醒了呢有个护士来找我。问我这个 Miss 黄，这楼里有个 Miss 黄，是不是我的妈妈？我说是啊，咋的了？他说 Miss 黄把2楼的微波炉给整爆炸了。后来我一问是咋回事呢？就我妈呀去给我找吃的去了，她就想给我买点糖，结果到处也没有。最后在超市发现有人买糖，她就跟人家买。但是国外这个卖那种大酸奶的桶和汤桶是一个大小一个形状的，人家拿的是汤，她拿的是酸奶。完事跟着人家去看那人是怎么热的汤，到2楼。茶水间，人家放到微波炉里热这汤去了，我妈把我的酸奶给热了，结果梆一下子，哎呦我的妈，伦敦塔桥都一震的。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没看着那个汤上边他画着木瓜吗？我妈说那我不着急吗？我就以为是泰式咖喱汤呗。生面佛面孩子面，我就不给你扔了。今天这个视频啊，没有脚本，没有加工，就是刚才温迪送我妈碗这个事儿的纯纪录片，啥也不说了，当儿媳妇的，当女婿的人，懂的自然懂。他要给你礼物，谢谢。温迪，
比起儿子儿媳妇结婚1分不花，比起我女儿上你那儿去 AA 制，这份礼物你应该是煞费苦心了。我深表谢意，真的很谢谢你。My mother really liked it. Really liked it. 这个礼物如果我收了，挺对不起我自己这颗心的；如果我不收，怕我女儿中间不舒服，还是得收了。谢谢你。She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you brought it all the way from Canada, and she wish you can have a good time here. 好，接过手，谢谢你。生面、佛面、孩子面，我就不给你扔了。she doesn't even know what to use this for because it's so pretty, so pretty. I think it's decoration. 就装饰。 That's what I would use it for. 好， Decoration.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Asking things like Should we give the that. ID back the clothes? 裤衩都湿了。我跟你说，姑娘哈，昨天晚上给她从火车站西站接回来的时候，通过载奥达告诉我，她要吃冰淇淋，要吃西瓜，要吃你就吃呗，你冲我要啥呀？我也不你孙子。哎，就当年我姑娘不挣钱，是个学生去加拿大的时候，喝一袋奶，你看要钱呢。吃一串冰淇淋是他儿子，还是买3赠1赠的？完非得要钱。哎，坐车的时候跟他搭个车出去溜达，回来还得要油钱吧？吃饭要饭钱，坐车要油钱，喝奶要奶钱，当时都忘了，健忘了。那 A 智能事光加拿大事情啊，到中国凭啥不事情啊？说我要什么西瓜，说我要什么牛奶，我欠他的啊，他是我孙子啊。我告诉你，我就照着你的面，要不然你妈给我滚出中国国门。哎，加拿大不毫不利己专门的人吗？他利谁了？跟我扯什么呀？ She's very angry with her husband. She wanted her husband to leave China and go to Canada. And go to Canada? Why doesn't she come to Canada? Why? But mommy, why does Lola want her husband to leave? Because her husband, she thinks her husband is lazy and always can't hear anything, and you need to explain everything. But so is mine. My husband's deaf too. He wears hearing aids. He wears hearing aids. Oh, and her husband eats a lot of ice cream. And he has high blood sugar. Oh,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then, no, Oh, sugar, sugar, yeah, diabetes. Diabetes. 嘎达。我最近不是上一节目说了一个段子嘛，就说我这个傻老公刚来中国的时候看不懂汉语，然后天天给我送黄菊花，给自己送成兽医花圈店 VIP 了嘛。就送的我就感觉我要是好好活着，我都对不起他。我本来担心的是就讲这个事儿他到底好不好笑呢，结果一看弹幕，一堆人骂我说这故事编的也太假了吧，这就纯编故事。我太委屈了，我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黄菊花这个事儿是真的呀。就我婆婆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看过一眼当年的结婚照，手里捧的是一束惨白惨白的白菊花，就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她的婚纱在那个黄菊花后边都不好意思管自己叫婚纱，就只能叫淡黄的长裙。更有意思的是，几年前我有个好朋友在英国结婚，我去给她当伴娘。早上我一去她家，白菊花摆一墙，她婆婆送的，然后这个墙上呢还是他俩的结婚照，就笔直一面菊花台，啪嚓一道生死线，本来一段旷世缘，隔出一场阴阳恋。给我下一句灵，我说这是要干啥呀？就冥婚呐！你要冥婚，你找什么伴娘呢？那伴娘是要收红包的，那一会儿咋整？给我烧啊！她说她也没办法，这些花都是她婆婆送的，她婆婆本来就是卖花的，所以送花特别舍得，属于提前预定了一拖拉机。我记得特别清，我当时还问她了，我说那你就跟你婆婆说你不喜欢白花不就得了吗？她说我婆婆就喜欢菊花，我要说我不要白的，那今天就注定是一墙黄菊花。所以我那朋友说，就是既然命中有这么一场结束吧，就是要不然是一墙黄菊，要不然是一墙白菊，那我宁愿选择白菊，因为我跟黄菊靠腮，菊花台满地伤，我的笑容已泛黄嘛。我说行，既然这个文化不一样，咱俩也别计较这个事儿了，就让他这一墙白菊搁这摆着。但是你墙上这个照片，咱俩可以换个地方。然后我俩把这个墙上的婚纱照拿下来，支桌子上了。结果2小时之后，她公公来了，从她婆婆的花店里又捞来3捧黄菊花，摆桌子上了，围着照片摆的。那天给俺俩愁的呀，就抱着照片躲菊花，红白喜事两手抓。后来这照片让俺俩收到卧室书架上了，然后把卧室的门反锁上了，锁的死死的。结果这桌上呢，就剩仨香蕉2苹果，旁边一圈黄菊花，更瘆人。所以我在脱口秀大会上说过这个梗嘛，我说我老公天天送我黄菊花，我收着花都不知道往哪放，放桌上，桌上不敢放吃的，放墙根，墙上不敢挂照片嘛。